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仍然还是要从疫情开始说起，而且还是要先说说朝鲜，因为朝鲜现在的表现呢，它与中共当前的朝局已经有了某种微妙的关系了。据这个朝中社昨天的报道就说从24号18点到25号的18点为止，这一天之内，朝鲜新增的发热病例呢是10.5万多例。而痊愈的病人是15.7万多例，那么没有死亡病例的出现。这个是自朝鲜宣布说发现这个新冠疫情以来全国是首次连续的3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了。那么按照朝中社的官方数据呢，就说从4月底到5月25号这段时间呢，朝鲜全国累计报告的这种发热病例呢是317万多例。已经痊愈了289.9万例，治愈率呢达到91.4%。这一轮的疫情爆发后的这个发热病例呢，它是在5月15号达到了每日新增的最高峰，也就是39.2万例的这么一个峰值。此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拐点了，就这个数据就缓慢的开始下降。到目前为止呢，官方宣布说全国总的死亡病例呢只有68例。当然，要按照这个数据呢来说，朝鲜疫情的病死率呢，它就仅仅只有0.002%。就说相比之下呢，同在朝鲜半岛的邻居那个韩国，它在疫苗接种和这个医疗水平等资源都是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死亡病率都达到了0.13%，就是它比朝鲜要高出了65倍了，这个明显是不太合理的。那么根据这个韩国情报机构的推测呢，就说这个朝鲜它实际上累计死亡的人数应该是公开数据的5到6倍，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死亡的病例可能是超过300例的。如果说按照这个比例呢，朝鲜的病死率呢，它也大概就是在0.009%到0.01%之间。那么我们即便推测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再高一点，那么这个数据它和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奥密克戎的这个数据它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朝鲜严重缺乏检测能力，这个官方通报呢也都只是以发热病例来作为确诊的患者。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没有发热但是有些其他症状的，包括这个无症状的感染的病例呢，它其实都还没有纳入到这个统计里面来。如果说我们简单的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疫情数据这种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它大概是有症状感染者的5到10倍，这么来做一个估算。那么朝鲜感染的人口它大概率就已经过半数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接近实现群体免疫的那个条件了。在这场奥密克戎的考试中呢，朝鲜也快要毕业了。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朝中社所发表的5月17号的他们那个常委会的照片之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三胖与会的各个高层官员呢，相互之间都没有戴口罩。这个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李克强去考察云南大学，对吧？在人群之中呢，大家也都不戴口罩的那个画面，而且呢，他不但在室外是这样，在室内也是同样如此。根据《华尔街日报》昨天的一篇独家报道就说李克强近日在纪念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的这么一个会上呢，他的表现就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这个报道说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会议期间，李克强对这个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的政策是只字不提。而且呢，他一走进了这个钓鱼台的会议室呢，就摘下了口罩，一直到这个会议都结束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与这个参加会议者来进行交谈的时候，陪同的工作人员才不得不还提醒他说你需要戴上口罩。那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呢，都是外资企业的高管，可见呢，就是这几天李克强呢，他从那个10万人大会开始，是吧？他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件事儿，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对一个危重病人进行抢救。当然这个话题聊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要说一说这个规模巨大的10万人大会了。我们都知道在就是2年多以前，2020年的2月23号，习近平是曾经有开过一次规模空前的
可能也会是绝后的这么一个电视电话会议。按照这个党媒自己的说法呢，是一共有17万人参加。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它正是这个武汉疫情大爆发之际嘛，可以说是举国危机。所以呢，习近平他不得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大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李克强他作为二把手，也在他的仕途生涯最后时期来开了这么一个10万人级别以上的大会。那他等于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之恶化，他也已经到了一种举国危机的程度了。否则李克强他不会来犯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忌讳，对吧？这个会议呢，它是在前天25号举行的，官方的正式名称呢叫做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样的一个名称，我们一听就知道中共的经济大盘已经不稳了。它不但不稳，说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在摇摇欲坠了，所以他才会这么直白地喊出来说啊，我们要稳住经济大盘。这次会议呢，它有3大不寻常之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规模庞大了。这个大陆媒体《经济观察报》它在会议之前就指出来说，这一次会议的通知呢，是一直下达到了各省市县区。要按照全国2844个区县来计算的话，它的规模将是超过10万人的。第二点呢，就是李克强他在会议上对这个中国经济发出了异常严厉的警告。他说今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这个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等这些经济指标是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这个2020年的疫情严重时的冲击都还要大。因此呢，这个国务院为了保经济而出台的一揽子的稳经济的措施要应出尽出。第3个不寻常的地方，就是包括现任的国防部长中共上将魏凤和，还有现任的中共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的部长赵克志，这些人也都有出席了会议。这个就难免有点引人侧目了，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的身份与这个经济工作呢，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对吧？它只跟维稳有关系。当然，这个10万人大会它的中心议题就是在说如何保经济、如何稳经济了。李克强他在讲话中呢，涉及了大量的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呀、措施啊，还有它的效果呀、影响会怎么样等等，都是这些内容。这方面信息它的专业性是很强的，这个信息量呢也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众多海内外的专业人士对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内容都在做出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一些解读和分析。那么我呢，对经济的了解基本上就是一个吃瓜群众的水准，所以呢就不在这里冒充内行去误导大家了。我只是呢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大会的意义所在。首先呢，这个会它的规模庞大，刚才已经说了，它是仅次于习近平的那个17万人防疫大会的，所以这个10万人大会消息一出来，就有不少人立马就联想到了中共历史上有名的那个7000人大会。这个7000人大会它是在1962年举行的，它的背景呢，就是因为经历了3年大饥荒，但也就是大陆网络上为了规避审查而搜的，叫做3年大吃饱。就是在这个之后呢，党内就举行了这个规模空前的7000人大会。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纠正这个大跃进经济路线的左倾的错误。说白了呢，就是要对毛泽东所造就的经济空前恶化进行追责。结果呢，毛泽东在这个会上是不得不做了一个自我批评，然后呢，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就趁势夺了权，就此呢开始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而毛泽东呢，他对外呢是名义上保留了一个领袖的地位，但是他在党内实际上就是退居2线了。那么这个会议呢，它一度是有缓解了中共在当时的经济困难，但是呢，它也埋下了后来更大的政治风暴的伏笔。这个就是毛泽东呢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刘少奇为首的这些当权派是一概横扫而空。最终就是酿成了这个10年文革的浩劫。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呢，他也是以清零封城为纲的这么一个新版大跃进，是重创了中国的经济，对吧？而且呢，恰逢最近呢是频频的传出李升习降的这种爆料，所以呢，李克强这个10万人大会他一开呢，你看上去他的背景啊，他的形式啊，都和当年的刘少奇是有点相似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二者之间是没法真正去相比的。这一次这个10万人大会啊，它是一次纯粹的经济会议，它没有直接的涉及到任何政治议题，而且习近平他本人是没有出席的，他就更谈不上什么认错了、交权这些问题。同时呢，在李克强的讲话中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这种清零政策有可能会转变的信号。那么对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都有给出了各种分析啊、解读等等。但是我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可以说他就已经是一针见血的给出了最终极的答案。这个话呢，他是这么说的，说人被掐脖子翻白眼快挂了，家属紧急召集全国上万个名医来会诊，有说吃中药的，有说吃西药的，有说要开刀的，还有说要跳大神的，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要松手的。我相信朋友们可能都看清楚了，就说中国的经济为什么突然不行了？这个李克强还为什么在讲话中特别的点名说是今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各项重要经济指标明显走低？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被这个清零封城掐住了脖子嘛。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简单的常识，但是呢，上上下下也都谁都不敢提。大家可能都看到了，网友们都在这个网上骂资本家、企业家，说他们黑心啊，掏空了中国的经济。这个马化腾这些资本家呢，他也反过来骂网友，说你们都是不懂经济。反正呢，就是大家都在挑选这个骂可以骂的，就是谁都不敢提一句那个谁都不敢骂，也都甚至不敢提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李克强这次10万人大会，来看待他那些空前严厉的用词，还有这个什么应出尽出的措施。那么在我看来啊，他实际上真正释放的信息就只有一个了，就是我这里能用来吊命的药呢，我全部都已经拿出来了，剩下的就不是我的事儿了。你那个掐脖子的手，你松还是不松呢？这个责任和我就没关系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就等于是在逼迫习近平自己要认错吗？就像当年刘少奇在这个7000人大会上逼迫毛泽东做一个自我批评是一样的，对吧？他只不过是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迂回曲折了一下而已。这个就是一次变相的逼宫。那么习近平他会认错吗？他当然不会。他要是现在来认错，他就连20大他都会等不到的，他可能就在7、8月份那个北戴河会议上，他就会被退居2线了。至于说他以后有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本事，他真的来发动一场新文革，来一个再次的夺权，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所以呢，虽然李克强他这个10万人大会他只是谈的经济，但是他根本无法避开这种变相逼宫的一个政治效应，这个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看到呢，就在李克强讲话的当晚呢，这个网信办就开始大量的删除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就是李克强讲话的全文，这条新闻在，但是他讲话的全文没了。在25号会议之后啊，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啊，中共国务院主办的这个中央直属的一份党报《经济日报》还突然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长啊，它洋洋洒洒6000多字，看上去是论据丰富、论证有力。但是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一句话，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好，而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也就是说呢，这篇文章它就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李克强在当天下午的讲话，而且
他还特意用李克强自家地盘，就是国务院主管的这个党报来进行首发，然后在第二天才有什么新华社呀、人民日报等等来进行全文的转载。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一招他就很有文革中那种让你的部下站出来对你进行深入揭批的力道和风范了，对吧？你不是要逼宫吗？你不是要高喊危机来了吗？我就告诉你，你不懂辩证法，这辩证法就可以告诉你，你所谓的经济危机呢，其实是举大事必有所资的一个巨大的机遇。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在清零高度政治化的前提之下，就连整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一个东西全赔进去，当局它都是在所不惜的。那么那些因为封城的次生灾害而饿死呀、病死啊、跳楼死的那些少数人，他就更不在话下。北京的顺义不是刚刚有出现了吗？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个突发急症的32岁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封控而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结果倒在地上拖了54分钟，然后就死去了。像这样的事情呢，在西安、在上海，它已经上演了多少次了？可能大家都已经记不清了。我们都不用怀疑这样的事情，它会继续的在北京、在天津还会不断的出现。这个就是中共特有的集中力量办蠢事，它注定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好的，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再简要的来说一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昨天的这个对华政策的演讲。这个演讲呢，此前因为布林肯检测这个呈阳性而被推迟了。在当时呢，就有很多的猜测，就说是不是这个讲话中有很多敏感的内容啊？昨天的这个演讲出来以后呢，有不少人都感到是有点失望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布林肯展示大家期望中的对中共那种很强硬的态度，甚至呢，有人还说这是一次亲共的演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误解。看过布林肯这篇演讲全文的朋友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他用词语气等等都很温和，显得并没有大家所期待的那种很多狠话，或者说是某些金句之类的。但是呢，语气温和，它并不一定就代表软弱。在我看来，布林肯他的对华政策的宣示呢，它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一个新冷战的基调了。在布林肯的演讲中呢，我归纳一下他提到的重点呢，主要是下面这几点。第一呢，他明确地提到说，美国政府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战略是投资、联合盟友还有竞争，而这个投资与联合盟友实际上它只是手段，这个竞争才是目的。投资与联合盟友呢，它是为竞争服务的。也就是说呢，布林肯他把竞争是定义为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了。竞争才是主旋律，而这个竞争呢，它只不过就是新冷战的代名词。第二一点呢，这个布林肯他也明确的说了，说这个战略将持续至少是10年的时间。大家要注意，这个跨度它实际上就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对中美竞争局势的一个判断。我们说白了，就是美国他已经认定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在未来10年之内就会分出高下，所以这个布林肯他才说他说我们美国会全力以赴。第三一点，这个布林肯他提出了一个美国版本的4不1没有的这么一个大原则，也就是说，不寻求冲突，不寻求新冷战，不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不遏制中国发展经济或提升人民的利益。还有一个没有呢，就是说美国没有要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原则呢，它看上去似乎是有一点示弱的意味，对吧？它有点像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么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真正想说的话，他就是喊明了，说美国是绝不会放弃现有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没想要改变你，但是我可以改变除你之外的其他所有人，来确保我既有的这一切不会被你改变。这个是他真正要说的话。
第四一点，这个布林肯他罕见的还点名了习近平，说就是他改变了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现状，也包括改变了台海的现状，对吧？大家要注意，这个举动他和美国出台那个轴心法，把习近平的名字列入这个法案的名称，它其实所要表达的政治意涵，它是一致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叫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信号呢，它不但是放给国际社会看的，它其实也是放给中共党内看的。施压促变，它应该是美国当前针对着中共的一个不是颠覆胜似颠覆的措施。好的，第五点呢，我们看到这个布林肯他还公开的说美国并不指望北京会改弦更张，因此呢，美国的目的呢是要塑造一个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大家听一听，这话说起来是很外交辞令的，对吧？我们把它翻译一下，翻译过来，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将要全面的孤立你，除非你规规矩矩的遵守我们所塑造的这个国际秩序。你遵守了呢，我们就可以有合作关系，这就叫做推进开放包容了。你要是不遵守呢，那我们就是只有竞争的关系了。我们会再次证明民主能够应对紧迫的挑战。其实在我看来，这已经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了，它只不过是包装了一些比较漂亮文雅的语言修辞而已。我们从拜登这一次这个出访亚洲去敲定了一系列的重磅的协议，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政策所宣示的路径在走的。就在今天早上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他的微信账号上发布了这个布林肯演讲的全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已经被大陆全网封杀了。不仅在微信上是被全面屏蔽，在微博上也严格的限制了这篇演说稿的传播以及相关的讨论。我们都知道中共过去对这个美国大使馆所发布的很多内容，包括一些敏感的内容，它基本上呢都只是限制转发和评论的，直接封杀掉其实是并不多见的。这一点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中共对布林肯的这个温和的演说究竟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其实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向大家推荐我的学者朋友，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位优秀的自媒体人张天亮教授，他刚刚推出的一本新书，名字叫做《中华文明史》。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一听这种大部头的书看起来是不是会很艰深、很枯燥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本书呢，它其实读起来非常的流畅，这个文字呢一点也都不艰涩难懂，不但大有鄙夷，而且这个内容它是充满的趣味性，而且还不失学术上的严谨性。那么我已经把这个购书的链接呢放在本期节目的文字说明之中了，同时还附有一个折扣码，使用折扣码的朋友呢可以获得8折的优惠，欢迎大家来多多的支持。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